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10月31号，星期五。我呢开通这个播客啊，反正它这个名字叫播客，我觉得就是录音机吧，对吧？就是没有画面的。那为什么要搞这个呢？因为最近呢，就是有一些网友呢问我啊，这个美国股票还有黄金的这个一些看法。我呢最近实在是很忙啊，没有力气拍视频，我也想拍2个视频更新一下呢。所以呢，我想了一想呢，要不就搞这种形式吧，反正这个也不用就是对准什么镜头啊、拍人啊，对吧？反正就录音机录一下就行了。说的实在一点呢，反正搞赚钱的事情都是很实际的，也不需要看什么画面，对吧？就你们看到我，要是让你们亏钱，你们肯定也不高兴，也不必搞得那么复杂啊，反正能赚钱就行了。那所以呢，这个播客呢就正式开通了啊。这个播客的使命啊，它的目标就是带领那个想去赚钱的网友啊，想去投资理财的网友实现财富自由啊。当然了，这个是目标，最好能达到啊。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聊一聊我最近对这个黄金还有美国股票的看法。一直关注我的人呢，其实知道啊，今年我对这个美国股票市场呢看的还是挺准的，基本上吧，不说100%，对吧？就95%是挺准的。从这个年初开始，就2025年初啊，甚至是去年，我当时就说了，这个川普上台以后，美国股市要先进行大跌，很大的这个跌啊，然后呢再是上涨。我当时也说了，像什么英特尔股票会翻倍，还有这个英伟达的啊会怎么样涨，还有特斯拉，还有这个波音，对吧？啊，这些我都说了。那么今年这个收益呢，就赚的钱呢，我觉得还行啊，就我自己，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如果每年都这样就好了。当然了，这个不可能，对吧？这个有运气成分在里面啊，我也承认，不可能每年都像我想的那样。但是呢，就通过这样的一种锻炼吧，说真的啊，今年这个时间我觉得过得是很快的，主要就因为这个股票啊，就你看到它这个走势跟你想的差不多，然后呢，就你精神就老集中在这上面，好像这个时间就过得非常的快。今年，那么到了年底呢，我最近的一个视频呢，就上次有一天西班牙下雨啊，我在家里面录的这个视频，我当时就说了啊，这个到了2025年的年底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美股呢不能投资啊，然后这个黄金呢，我当时也是说它会下跌，对吧？黄金这个走势和我说的一模一样啊，从这个$4400吧，跌到现在，今天是$4000，反正4000、3900啊。那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下跌的空间啊，就这个短期来讲，因为我是当时买了一个2倍做空的啊，就2倍看它下跌的一个基金。那么目前呢也赚了10%几啊。本来嘛，就今年我之前也说了，我今年就年底了嘛，我也不想再搞了。但是呢，还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看法，对吧？所以就还是买了这个黄金。那么还好啊，就也赚了一点钱，那么心情还是不错的。那么我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
美国股票啊，为什么就是现在不能买？还有就是这个黄金啊，要跌到我看它跌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就大家很奇怪，对吧？大家觉得好像最近都是一些好新闻啊，什么美国降息了啊，美国降息了，那这个市场里面应该资金多起来了呀，对吧？还有什么中美贸易战啊，什么川普和习近平在韩国谈判啊，中美达成了协议啊，什么？其实呢，有一句话啊，叫市场永远是对的啊，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啊。但其实就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市场它就不对嘛，对不对？有这么多利好消息，为什么美股还跌呢？没有涨呢，是吧？所以呢，我要改一改这句话。从我的已知的这个，我看到的这个投资的方面啊，这个市场基本是错的啊，真的基本是错的。就这种应该涨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涨；应该跌的时候，它说不定还涨了，对吧？所以市场呢，基本它是错的，但是没有办法，对吧？因为你要投资嘛，那这个市场就在这里啊，你要投资，那你总不能让它跟着你走，对吧？所以就像你去追求一个女的，你很喜欢她，那她不管脾气好不好，你也只能就是去喜欢，是吧？所以就市场也就这么一回事啊。虽然这个市场未必对，但是在你心里面只能是他是对的，你是错的，对吧？因为你要从他那里面赚钱嘛。所以呢，就是不要去把这些什么新闻啊，还有现在发生的这种事情去跟就是上涨或者下跌去挂钩在一起。有些人他就会陷入这种苦恼我以前也有遇到过。我觉得明明这个数据啊什么的新闻啊都是应该要涨呀，怎么还是跌了？我怎么还是亏钱呢？对吧？所以最后是以能不能盈利为主的，就是能不能赚到钱为主的，并不是说什么我画一堆线或者说我给你讲一堆分析的道理你能赚到，就你说这个道理，对吧？你能赚到钱，这个道理它就有意义。你赚不到钱，你亏钱了，这就是狗屁，对不对？你到外面去找一圈，每天这个人说能涨，那个人说什么专家，对吧？这个说能涨，那个说给你说一堆理由，对吧？给你分析这个分析那个，赚不到钱有什么用，是吧？那么我看这个市场呢，就是非常的实际的其实就是它到了年底了，那么年底通常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对吧？而且今年的这个涨幅呢也已经有了就是从美股下跌开始到现在，这个涨幅呢已经是有了。但是今年我在之前我其他的一些分析的视频，就我今年年初我分析的时候，我说2025年的经济最主要看几个原因，是吧？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俄乌战争，对吧？那俄乌战争如果搞不定的话，那其他都是没用的，都是暂时的。那问题是现在俄乌战争有没有搞定呢？没有呀，对吧？就俄乌战争搞了1年，现在还是搞不定而且就是什么时候搞定就没人知道，因为现在这个俄乌战争进入了一种非常，就是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人力，那现在谁都不肯让步，对吧？所以未来都是难以预测的所以未来这个金融市场2026年就明年有可能会有很多这种黑天鹅的就突然就是说你预想不到的事件就预想不到的事件。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这美股它是不可能顺利的就是上涨的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它其实就吞噬着这个经济，对吧？你比如说像欧洲的物价现在越来越贵，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因为大家要打下去嘛，能源也贵，对吧？各方面都贵，那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俄乌战争如果不停战，没有就是这个世界重新走向一个好的方向，那么美股这个市场它只会震荡啊，就它只会涨涨跌跌，涨涨跌跌。至于就是有的时候它是小涨小跌，有的时候它就大涨大跌，对吧？就它不可能现在形成一种垂直向上的一种行情啊，就是说暴力的啊，非常猛的在往上涨，这是不可能的，就在我看来啊。然后呢，再说说黄金。黄金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黄金今年涨得太多了，黄金今年涨了5%-60%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它一年到头了，对吧？它总要有一个回调的，它不可能就是涨了5%-60%，然后很多人赚到钱了，他说我要把它卖掉，对吧？它不可能让你就是轻松的赚这个钱啊，就是对于买涨的人，对吧？那么一年有点回调，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俄乌战争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呢没有解决之前啊，这个黄金它其实现在的下跌，你也没办法说它就是到顶了，它就是要下跌。这个下跌呢，在我看来现在也是短期的啊，就它也不是中长期的下跌。因为如果我们以10年、20年的时间长度来看，说不定这个黄金到后面它肯定是涨的，对吧？它不可能说第20年，对吧？但是如果你以2-3年、3-5年来看呢，那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俄乌战争。如果俄乌战争就停战了，并且结果是好的，因为停战也有很多种可能性。首先一种就是它暂时的停战了，对吧？它过了没几天又打起来了，或者说只是暂时的停战，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大家又回去准备什么导弹啊，什么武器啊，准备干场更大的，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就说好不打了，以后大家就是做好朋友，一起发展经济，对吧？这个就要看你怎么判断这个世界的未来了，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最后一种，就是大家都做好朋友了啊，那这个黄金呢，它也会涨，就它随着这种就是通货膨胀啊什么的，货币啊什么，它就会涨，但是它这个幅度可能很慢。那如果说是前面那两种情况，那么它的下跌的可能性就不多了，对吧？它有可能是现在要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呢，后面到了明年继续上涨。所以呢，就是大家要严密的去关注就是俄乌战争的局势，要去多思考，就到底这个俄乌战争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要从新闻当中去分析就不要完全看着新闻，不要总看着什么川普跟泽连斯基吵架了，然后什么川普让泽连斯基滚开白宫让他到外面去什么开个发布会之类的这种东西。就美国肯定是跟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利益上决定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美国跟中国缓和了，在韩国开这个会了，那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中美以后又回到过去了，变好了，对吧？这个也是错误的就关税战也好，什么也好，其实美国一直在
主动的去征收关税，对吧？那么如果把它比喻的话，就是美国它其实是一个进攻方，中国它是防守方，对吧？就是在关税这件事情上是这样的。那背后有没有别的事情，这个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乱说，对吧？但也有可能有，是吧？就表面上，反正就是美国在关税上是进攻方，对吧？那么中国只是一个防御、防守啊。那当然了，防守、反击，说什么要不给那个稀土啊，或者一些别的什么反制的方式吧，就报复的方式，对吧？那么导致呢，就是现在呢，双方要达成一个协议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并没有谁存在着胜利啊，只是呢，就是因为美国啊，对，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国家，对吧？对欧洲啊，对日本啊，或者什么，那么其他的国家就主要还是比较就顾及美国的面子，顾及川普的面子，对吧？一般不太会跟他对抗的啊。那么中国呢，它采取的就是这种对抗的这种方式，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中国很强硬，很厉害，中国赢了，对吧？啊，但实际上，就你到底有没有胜利，还是要看就经济带来的，就说你要看成绩，对吧？啊，你从姿态上来看，从这个过程当中来看，那么肯定啊，现在这个谈判呢，是中国看起来是很强硬的，对吧？但是我们如果是做投资理财，你要去炒股票啊，那你肯定看到的要是实际，对吧？所以呢，中美谈判完以后，双方的股市都是在下跌，都没有上涨啊。你也可以说这个市场是有一定的正确，对吧？就是说这个媒体的新闻是一方面，但实际上经济可能并没有什么呃变化啊，就没有什么好的方面。就像那个关税，那个时候美国在今年的中旬吧，5、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他们跟这个中国互相加税嘛，说什么要140%、150%的，还是多少的？很多人就说啊，这个经济完了，这个什么美股暴跌啊，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这个就是一个抄底的时机，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虽然这个新闻媒体是这样，但是关于这些公司，就美国这些公司，这个基本面，对吧？就是说，它只是新闻，川普说要这样做啊，他后面又可以谈的，就像现在又谈好了。就对于这个公司来讲，它并没有实际上的造成一个立刻的损失，是吧？就像你现在去看病，一个医生跟你说啊，你得了一个什么病，然后你10年以后会死去，那么你可能心里面很害怕，对吧？就你心里面心跳的很快，但对你立刻来讲，你并没有立刻你就出问题了，也要到10年以后，对吧？况且就是有可能随着医疗的进步，对吧？你的病又看好了，所以呢，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就这些目前的什么中美谈判啊，或者说川普搞关税啊什么的，我觉得，嗯，主要啊，他也是想表示他的做一些事情啊，这是他的工作，对吧？还有呢，就是辅助啊，我觉得让这个俄乌战争能够停下来啊。那么有的人就是其实讨论到这个俄乌战争问题，有的人也会说，那这个俄乌战争里面，川普老是骂那个泽连斯基啊，好像要让他去割让土地啊，或者什么逼迫他什么，就好像他们就会说啊，这个美国其实是帮着俄罗斯的什么啊，嗯，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川普的想法是让这个俄乌战争停下来，对吧？现在你只要正常的脑子，你都知道，就双方打的那么激烈，打了好几年，那么双方都失去了很多士兵，对吧？还有很多
这个经济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成本嘛，我就把它一切归类于成本，这些都是代价啊。那么，川普是想让这个战争停下来，停下来呢，他能就是经济上，对吧？能够有优势，因为你一回到经济上啊，那么美国就有优势了。你要讲到战争，那除非你下场去跟他打，对吧？你打赢了你就是优势，打输了你就没有优势。所以呢，川普肯定是想让这个俄乌战争停下来，然后呢，他能够打经济牌，对吧？那么最好他不要让中国能够超越上来，这是他的想法。但是，川普去跟这个俄罗斯谈，你觉得俄罗斯会听他的吗？对吧？尽管就是他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方式，对吧？但是俄罗斯是不可能去听川普的。那他为什么要对这个泽连斯基去这么谈呢？因为泽连斯基还是有可能会听他的，对吧？这个是事实。因为泽连斯基从这个目前的情况来讲，那美国是北约，对吧？这个组织的，那泽连斯基他也想加入北约，就乌克兰也想加入北约，而且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的武器啊什么都是靠美国的，那所以泽连斯基是有可能会听美国的。那么他的这种对泽连斯基的施压，并不是说啊他完全不想负责了，他就恨泽连斯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只是就是说他的策略，这个是我的这个分析啊。所以说就是美国股市大的趋势呢，大家一定要去盯住俄乌战争啊，这个很重要。就你自己也可以想象，你觉得俄乌战争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对吧？那其他的股市也是一样的啊，基本上都是会跟着这样的一个趋势在走。那如果说俄乌战争没有转机，对吧？就市场上其他的那些，一会儿这样的新闻，一会儿那样的新闻，那大家都要谨慎，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什么美联储又降息啦，或者又说什么中美谈判成功啦，什么，或者说又是些什么别的东西，这种新闻都不重要啊。就对个股，对有些股票，你比如说英伟达，呃川普这个中美谈判了，对吧？英伟达有可能啊，它会涨一点什么，这种就是说有点擦边的啊。但是整个大盘就美国大的这个上涨，那么它还是主要要看这个俄乌战争能不能停下来啊，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分析啊，后面我会持续更新的，好吧？谢谢大家。